2022年5月9日，一辆灰色的凯迪拉克汽车飞驰在公路之上，后面有多辆警车紧追不舍。这不是电影里的情节，而是现实当中真实发生的越狱大案。一名受人爱戴的女狱警爱上了重罪的囚犯，精心策划帮他成功越狱，上演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私奔越狱大逃亡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岩，下面呢咱们就进入今天的案件。故事呢发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佛罗伦斯市劳德代尔县的监狱内，这是一所小型的地方看守所。故事的女主角是56岁的维基·怀特，她在这里已经工作了17年了。2022年4月29日早上9点30分，警员维基正在跟自己的同事交谈，他说一会儿会押送囚犯凯斯·怀特去县法院做心理评估，让这名警员带囚犯凯斯到入狱登记处。这明显是违反规定的，因为按照规定，押送囚犯去法院至少需要2名狱警来共同执行。但是因为最近几天监狱里人手紧缺，再加上维基是监狱助理主管的身份，这名警员习惯性的就听从了维基的命令，将凯斯带了出来，并且戴上脚镣和手铐，把凯斯带到了入籍登记处之后，自己就离开了。一会儿维基过来之后，将凯斯带了出来，两人坐上了警车，驶出了监狱大门。每次有狱警将囚犯带出监狱，都会将犯人的名牌放在牢门上，这样呢，其他的工作人员就知道这名囚犯暂时不在监狱。时间到了下午3点，囚犯凯斯的名牌还在牢门上，这时呢，监狱的工作人员就发觉不太对劲了，而且维基的手机一直打不通。一名警员呢就马上拨打了警长的电话，警长联系了法院，法院那边说并没有看到这2个人的踪影。刚开始呢，警方还以为凯斯挟持了维基，毕竟呢，囚犯凯斯身高2米，身材魁梧，是一名多项暴力和谋杀未遂的重罪罪犯。警方查看了监狱的监控，发现了异常。根据监狱的规定，警员在押送囚犯的时候，一定要跟在囚犯的身后，全程监视囚犯的行动，防止囚犯袭击或者逃脱。而维基之前呢，经常告诫同事一定要严格遵守这一点。而监控当中，维基全程是走在囚犯的前面，不像是押送，更像是引导对方。法警局的调查人员看了监控录像之后，确认维基是在协助囚犯越狱。这一结论让所有的警员都十分的震惊，警方立刻对他发出了通缉令，悬赏1万美元。那么这名让维基心甘情愿抛弃一切的男囚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凯斯·怀特身高2米06，体重150公斤，是一个大块头。2010年9月，凯斯用锤子殴打了自己弟弟的脸，被判了3年的监禁。2015年12月1日，他带了2把枪闯入了前女友的家，进门就开枪。幸运的是呢，前女友和他的2名朋友从窗户逃离，家里的2名孩子躲在了地下室，最终没有人受伤。但是前女友的宠物狗在混乱当中不幸被击中挂掉了。然后凯斯到了邻居家，抢了邻居的汽车，开车逃离。为了躲避警方的追捕，在路上呢，他又抢了一对夫妻的车，而且还用枪打伤了对方。最后在警方的追捕当中，凯斯开车冲入了路边的排水渠。走投无路的凯斯和警方谈判，说要和自己的母亲打电话，并且要求警方给他1瓶汽水。You want Sandra? The sheriff will be here in just a minute. Sheriff will be here just a second, man. Hey, look, don't. Why, Casey? The sheriff's coming. The sheriff's coming, Casey.最终呢，凯斯因为谋杀未遂以及一系列的暴力被判了75年的监禁。在监狱被关押了5年之后，凯斯突然向警方坦白，说自己在2015年谋杀了一名老太太。之后呢，凯斯被转移到了维基工作的劳德代尔县的监狱。来到这个监狱之后，凯斯被关进了专门关押重刑犯的 A1 牢房，负责关押他的就是维基。那么这样暴力的重刑犯，维基警员为什么会爱上他呢？维基2005年12月23日被调入了劳德代尔县监狱，担任助理副主任的职位。他在监狱当中的权力很大，同时呢，工作强度也很大。维基每周工作60个小时，每天早上6点开始工作，而且呢，全年几乎无休。虽然工作非常的辛苦，但是维基非常热爱他的工作。他在这个监狱工作了17年，可以说在监狱里除了警长之外，维基就是这个监狱的老大。
他和同事们的关系都很好，同事们都很信任他，尊敬他。维基对待囚犯也很友善，每周呢他都到超市大量的采购一些食物，分给那些手头拮据的囚犯。同时呢，维基给予囚犯们应有的尊重。维基就是这么一个工作认真的善良的人。维基之前曾经有过一段婚姻，结婚之后呢，才发现丈夫有吸毒的嗜好。结婚4年之后，双方离婚。后来呢，前夫得了帕金森，善良的维基又回来照顾前夫的起居。前夫在2022年去世。除此之外呢，维基还有另一段感情，在和第一任丈夫离婚之后，她和另一位男士订婚了。然而就在结婚的前一天，未婚夫因为车祸去世。这次事件呢，对于维基的打击非常大，维基变得沉默寡言，偶尔呢还会去酗酒。之后呢，就再也没有开始新的恋情。直到2021年，维基高兴地向同事们展示追求者给他发的贺卡，里面是被折好的2张100元美钞，折叠的手法是监狱囚犯常用的手法，但是同事们没有太在意，他们只知道维基恋爱了。案发之后，调查发现维基曾经多次和凯斯用狱中电话倾诉爱意，两个人总共通话了949次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凯斯通过电话和信件走进了维基的内心。案发之后呢，这些通话录音被曝光。You have what? A minute left. Time in the world. 案发时，维基当时56岁，按照惯例，通常需要到62岁才能退休。而维基在4月份突然提前提交了退休的申请。案发当天呢，是维基最后一天上班。案发1个月前，维基用极低的价格出售了自己的房屋，原本可以卖到20万美元的房子，只卖了9.5万美元。目的呢，就是尽快的筹集逃亡的资金。之后呢，维基还购买了大量的枪支弹药，种种迹象都表明维基是早就策划好了和凯斯的逃亡计划，并且做好了和警方火拼的准备。首先，警方通过 GPS 追踪了维基逃走时开的那辆警车，在一个购物停车场内，警方找到了那辆警车，但是车里已经空无一人。几天之后呢，警方得到消息，有人在一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内见过维基。警方在这个停车场的监控当中找到了维基的身影。视频里，他戴着帽子和墨镜进入了一辆橙色的 SUV。那么下一步找到这辆车就成为了关键。案发第7天，有民众报警称曾经看到了那辆橙色的 SUV。警方呢，在田纳西州威廉姆森县找到了那辆橙色的 SUV， 车子后面局部被喷上了墨绿色的油漆。警方推测，维基也没有想到自己购买用来逃亡的车竟然是鲜艳的橙色。苦恼当中呢，他试图将车喷成墨绿色，但最终呢还是放弃了，并且遗弃了这辆汽车。后来，田纳西州的一名二手车的老板拨打了报警电话，说维基从他那里购买了一辆黑色的福特皮卡车。5月8日追踪的第10天，警方接到了一家洗车行拨打来的报警电话。洗车店的老板说，一辆黑色的福特皮卡车在洗车行的自动洗车位停了好几天了，一直都没有人来取。警方在车行的监控视频中看到了凯斯从车里下来，并且呢将武器插到后腰，然后离开。不久之后，一辆灰色的凯迪拉克汽车开了过来，凯斯上了车。开车的是戴着假发的维基，原本金色的头发变成了深色。经过大量的排查，警方在一家旅馆外发现了那辆凯迪拉克。根据车辆停放的位置，警方推测维基和凯斯应该藏匿在150或者是151房间内。同时呢，警方还调查到曾经有披萨外卖送到了150房间，而且这个送餐的外卖员也确认了房间内的就是维基和凯斯。由于两个人携带了大量的武器，为了周边民众的安全，警方要制定一个安全的抓捕计划。警方召集了特警前来支援，还申请了一辆装甲车。而就在这时呢，维基和凯斯可能是已经察觉了，他们突然跑出了房间，坐上汽车，马上就逃离了。警员们也马上开车追上，一场激烈的街头追逐战开始了。在逃亡当中，不知道什么原因，维基意外的拨通了911报警电话，但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拨通了。Hello? 在警方车辆的战术拦截之下，维基驾驶的凯迪拉克失控了，开进了路边的排水渠，车辆侧翻。
然后911接线员就在电话当中听到了一声枪响。警员们刚开始也不敢太靠近，担心对方有武器，直到看清对方手上没有武器，他们先将凯斯从车里给拖了出来，给他戴上了手铐，把他按在警车上。凯斯被拖出来之后呢，一直求警员们赶紧去救维基。他说维基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。维基被变形的汽车卡住了，手里还握着枪，手指放在扳机上，气息微弱。他被送到了医院抢救，最终不治身亡。后来警长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，维基在撞车之后开枪自我了结。在警方截停了那辆凯迪拉克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一切都完了，他将面临审判，并且在监狱里待很长时间。作为一位受人爱戴的狱警，维基无法接受自己在曾经工作的地方成为一名囚犯。维基本应该光荣退休，然后享受退休的生活。然而他最终变卖了所有，义无反顾地陪着凯斯逃亡。可以肯定的是，维基对凯斯的爱是真实的。之后呢，凯斯被押往了州立监狱，在那里等待审判。下车的时候，记者和民众们冲他高喊着：“你爱维基吗？”检方表示，虽然凯斯没有直接向维基开枪，但是呢，他间接导致维基自我了结。按照当地的法律，凯斯被控谋杀罪和越狱罪。最终呢，凯斯被判了无期徒刑，并且不得假释。这个案件在美国得到了民众的大量的关注。两个人逃亡当中，最后居住的那个汽车旅馆105房间，成为情侣们争相抢购的房间，甚至需要提前3个月才能预定上。简简单单的房间价格一度飙升到75美元一晚。凯斯被捕后表示，他这一生当中，维基是第一个给他关怀、给他拥抱的人。他们原本打算逃到遥远的一个小镇上，他和维基一起过着正常而低调的生活。而维基明知道逃走的可能性不大，但还是飞蛾扑火一样的冲了过去，为了片刻的温暖，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